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芝芝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结衣上衣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毛衣是由主体和装饰配件组成的，主体包括前片、后片、袖子、底边和领口。装饰配件包含2种扣子。先完成主体的编织，再缝合配件。因为每个人手松紧度不同，编织织片的大小也不相同。正式编织之前，需要编织一个密度织片，测量一下手松紧度。密度织片的编织方法有单独视频讲解，具体图解请参考图纸。测量完成后，根据视频说明调整后再编织。注意，织完密度织片后不断线，线材可以重复使用。大家在测量调整好之后拆掉织片。这款毛衣共2个尺码，不同尺码的编织方法大致相同，只是针数、行数等有所不同。这里我以小码为例讲解。来看一下前片。前片分为4个区，其中1、2、3区从下往上编织，4区从上往下编织。先学习1区的编织方法。1区分为2个织片，先编织织片1。来看图解，图中空白格子表示下针，织片往返编织，反面要编织相反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起针，这里用到的是钩针别线起针法，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棉线做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棒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我们取出一根废线，这里废线可以比我们实际编织的线稍粗一些。取出线材钩织时对应使用的钩针，先来钩一条辫子，这里我们辫子钩织的针数需要比实际编织时起针数多4针左右，这个是为了防止起针时辫子不够用。先来起针，起针完成后开始钩辫子，一个辫子算作1针。对照我们的图解，这里我们钩织的辫子数必须要编织的针数多4针左右即可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辫子钩完。辫子起针完成后，再钩一个锁针，将这个锁针拉大拉紧，剪断线头。来看一下我们这根辫子，正面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的 V 字，反面是这样凸起的里衫。稍后我们在里衫上挑针编织第1行，也就是别线起针。取出环形针和正式编织的线材，我这里颜色随机，线材放在一旁待用。我们在反面找到
靠右侧的一个里山穿入，将编织的线预留出10厘米左右的长度，挂在右棒针上，将线材从辫子的里山里挑出来，挑出的第一个线圈就是第一针。接下来在左侧相邻的里山里一一对应挑针，以织下针的方式挑。第二针，第三针，第四针，第五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挑出需要的针数，具体的针数参考自己的图解。这里起针不要起得太紧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起针完成。这样挑针就完成了，我们别线起针也就完成了。这里起针是算作一行的，也就是第一行已经完成了。注意大小码这里针数是不同的，大家在编织时要注意核对自己的图解。这里我们是以下针方式挑了一行，相当于第一行编织了下针，接下来翻到反面来编织第二行。第二行在反面编织需要编织相反针法，也就是全部编织上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二行就编织完成了，可以拉紧起针的线头。接下来翻到正面编织第三行。第三行在正面编织全部编织对应针法，也就是全部织下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三行就编织完成了，继续编织第四行。第四行在反面编织，和第二行的编织方法是相同的，全部织上针。大家自己对照图解，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它织完即可。现在我的小样已经编织完成了第四行，接下来我们来编织第五行。这一行需要开始编织小花样，我们一组小花样是占4针4行的，这里我们需要编织小花样的第一行。
对照图解第一针织下针。接下来编织一组小花样。接下来的2针是一个下针的右上一针交叉针，这里我们需要借助麻花针，取出一根粗细和编织时使用的棒针差不多的麻花针，将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一个线圈移动到麻花针上，麻花针放在织片的前方，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一个线圈织下针，完成后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，也织下针。这样一个下针的右上一针交叉针就织好了。再往下的2针是一个下针左上一针交叉针，用麻花针将接下来的一个线圈穿到麻花针上，放在织片的后方，左棒针上接下来的一个线圈织下针，完成后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，也织下针。这样一针下针的左上一针交叉针就织好了。往下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数的下针。这里的针数可以参考图解。对应个数的下针织完后，我们接着编织第2组小花样的第1行，先织一个下针的右上一针交叉针，完成后再来编织一个下针的左上一针交叉针，第2组小花样的第1行就织完了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每间隔一定针数的下针，编织一次小花样的第1行，间隔的针数参考图解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一直织完这一行最后一组小花样。最后一组小花样编织完成后，棒针上剩余的线圈全部织下针。这样第5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现在我的小样已经织完了第6行至第8行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第6行和第8行和所有的反面行一样，都是全部织上针的。第7行
和第5行的编织方法是类似的。在编织到4针的小花样时，我们在第7行先编织下针1针的左上交叉针，再编织下针1针的右上交叉针。除此以外，其余的编织方法和第5行都是相同的，大家自己来编织这部分即可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成品。编织完第8行，继续编织第9行至倒数第5行。这部分我们继续对照图解编织，要在对应位置编织小花样。可以发现，横向2组小花样之间间隔的针数是固定不变的，纵向2组小花样之间间隔的行数也是固定不变的，只是每次编织完1组小花样，下一次编织的时候，在纵向小花样的位置会移动到上一次2组小花样之间。这部分大家继续对照图解，在对应位置编织小花样即可。正面除了小花样，全部织下针，反面全部织上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部分织完。稍后我们一起来编织剩余的部分。接着编织倒数第4行，这里我换一个平针的小样来给大家演示，这里大家只参考方法，小花样仍然需要对照图解编织，小样的针数、行数、花样与实际不同，大家可以忽略。倒数第4行需要在织片右侧加针，第1针织下针，接着是一个右加针，右棒针从后往前挑起左棒针上第1个线圈下方的线圈，将它挂在左棒针上，右棒针穿入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线圈里再织一个下针，这样就在刚刚这个线圈的右侧加出了1针，一个右加针就织好了。完成后，接下来的线圈全部织下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倒数第4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编织倒数第3行，倒数第3行全部织上针，大家自己将它织完即可。倒数第3行编织完成后，接着编织倒数第2行。这一行的编织方法与倒数第4行相同，第1针织下针，接着编织一个右加针，完成后，剩余的线圈全部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倒数第2行就编织完成了，继续编织最后一行。最后一行在反面全部织上针，大家自己将它织完即可。全部织完后，预留出大约1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剪断即可。到这里，我们织片1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，将它放在一旁待用。使用另一根环形针开始编织织片2。来看一下成品。织片2除了小花样的位置和织片1有所不同，最后4行加针是在左侧加针的，其余的编织方法与织片1基本相同。大家对照图解，参考织片1的演示，自行编织到倒数第5行结束。稍后我们一起来编织剩余的部分。现在
我的小样已经完成了织片2起针至倒数第5行。小样的针数行数以及花样与实物不同，大家可以忽略，往后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。接着来编织织片2的倒数第4行，这一行需要在织片的左侧加针，先编织下针，直到织片上还剩余2个线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接着编织一个左加针，左棒针上接下来一个线圈织下针，接着左棒针穿入刚刚编织的一针，上一行的线圈，棒针上这个线圈是这一行的线圈，往下一个是上一行的线圈，再往下一个是上一行的线圈，从后往前用左棒针挑起，右棒针从前往后穿入这个线圈，织下针，这样就在刚刚一针的左侧加出了一针，也就是左加针。完成后，最后一针织下针，这样织片2的倒数第4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继续编织倒数第3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全部织上针，大家自己将它织完即可。编织完倒数第3行，接着编织倒数第2行，这一行与倒数第4行的编织方法是相同的，先编织下针，直到左棒针上还剩余2个线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先编织一个左加针，再编织一个下针，倒数第2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继续翻面，在反面编织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也是全部织上针的。织片2最后一行编织完成后，不需要断线，大家自己将它完成。到这里，织片2的讲解就完成了，前片1区也就全部讲解完成了。下面学习2区的编织方法，来看成品。2区需要将1区2个织片连接在一起以后，一起编织。织片2在右，织片1在左，仍然需要在对应位置编织小花样。其中，小码2区最后的几行需要在两侧收针。构造绣笼，大码则不需要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来编织2区第1行，我继续用这个平针小样演示。先来在织片2上编织，这一行的编织方法与织片2 1区倒数第4行相同，下针编织到剩余2针的位置，然后编织一个左加针和一个下针，这部分大家自己将它完成。现在我已经完成了第1行在织片2上编织的部分，接下来我们来起出4针，稍后用来连接织片1。这里用到的是卷针加针的方法。将线头放在右手食指的下方，食指顺时针绕一个圈，接着从后往前将这个线圈挂在右棒针上，这样就起出了1针，继续绕圈，挂在棒针上2针，绕圈，挂在棒针上3针、4针，这样我们就用卷针加针的方法起出了4针。接着
编织织片衣上的部分，取出织片衣。这里我们在织片衣上编织的方法与一区织片衣倒数第4行也是相同的。先编织一个下针，这一针织好之后，我们要拉紧编织的线头和织片衣断线的线头，防止连接位置缝隙过大。接着编织一个右加针，完成后，剩余线圈全部织下针。这样，2区的第1行就编织完成了，2个织片连接在了一起。接着编织第2行，这一行全部织上针。快织到上一行2个织片之间卷针加针的位置时，注意拉紧织片衣断线的线头，继续编织上针。在卷针加针上编织上针时，注意2个棒针之间不要拉得太远，防止线圈松散不美观。小心仔细地编织这4针。完成后，继续在织片2上编织上针，直到织完这一行。这样，第2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下来继续编织第3行至倒数第7行，这部分继续对照图解，不加不减往上编织。完成后，在剩余的6行两侧构造绣龙。大家自己对照图解，将这部分完成即可。不要忘记在对应位置编织小花样。现在我的小样已经完成了2区倒数第7行，接下来我们来编织剩余的6行。这部分小码需要在两侧构造绣龙。注意，编织大码的姐妹，2区是不需要收绣龙的，稍后在3区1开始的部分构造绣龙。可以先将剩余部分对照图解全部织完，但是同样需要认真观看这里的演示。先来编织倒数第6行。这一行需要先扶针收针，收掉对应针数。先织一个下针，接着编织第2个下针，挑起前一针，盖过来，收掉了一针，接着编织一个下针，挑起前一针，盖过来，收掉第2针。编织第4针下针，挑起前一针，盖过来，收掉了3针。可以发现，这里我们收掉的针数是以挑起盖过这个动作为准的，盖过了几次就收掉了几针，会比我们编织的下针针数少一针，因为我们的右棒针上始终还会剩余一个线圈。
这个线圈在图解上表现为左棒针上接下来一针的线圈，并且当它存在在我们的右棒针上时，是已经编织过的一针。这里大家在收针的时候数针数，以挑起盖过的动作次数为准，一定不要数错。继续收针，一直收掉图解上标注的针数。这样就全部收针完成了。同样，我们还可以根据浮针收针的辫子数去数收掉的针数。有几个这样横向的辫子，就收掉了几针。这里大家在收针时一定要注意核对针数，不要多收或者少收。收针完成后，接下来对照图解，一直编织到这一行结束。这样倒数第6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翻到反面来编织倒数第5行。这一行同样需要在一开始的部分浮针收针，收掉对应的针数。这里我们先编织一个上针，再编织一个上针，然后挑起前一针盖过来，这样收掉了一针，继续编织一个上针，挑起前一针盖过来。这里我们的收针针数同样是以挑起盖过的动作次数为准的，大家编织的时候注意核对针数。浮针收针收掉了对应的针数后，接下来继续编织上针，一直织到这一行还剩余一针的位置。剩余的一针暂时不织，在下一行用来收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行织完。到了还剩余一个线圈的位置，倒数第5行就编织完成了。下面翻面编织倒数第4行。这一行需要先收掉3针，线头放在棒针的下方，以织上针的方式划过左棒针上的第一个线圈，左棒针挑起前一针盖过来，收掉了一针。接下来编织一个下针，挑起前一针盖过来，收掉了2针。继续编织一个下针，挑起前一针盖过来，这样
3针就收好了。接着对照图解往下编织，这一行同样需要留1针不织，在下一行用来收针。这样倒数第4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翻面编织倒数第3行，这一行同样先收掉3针，线头放在织片的上方，以上针方式划过1针，左棒针挑起前1针，盖过来，收掉1针，接着编织一个上针，挑起前1针，盖过来，收掉了2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挑起前1针，盖过来。完成后，接下来编织上针，一直织到还剩余1个线圈的位置。留出的线圈同样用来在下一行进行收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倒数第3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继续编织剩余的2行。接下来这2行都是在一开始的位置先收掉2针，然后对照图解编织。最后需要留1针不织，在下一行收针的。可以参考我们前2行的演示来编织这2行。大家对照图解将这2行织完。到这里，我们的2区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学习3区的编织方法。来看成品。3区需要继续分成2个织片分别编织。先织右侧的织片1，再接线编织左侧的织片2。需要继续在2侧构造绣笼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下面编织织片1第一行，先将织片上的所有线圈平均分成2份，在最中间的2个线圈之间的棒针上扣一个记号扣做标记。分线圈的时候注意，这时右棒针上还有1个线圈，不要忘记数。然后开始编织，先收掉对应针数，具体针数参考图解。然后对照图解编织，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1针。注意这里大码的收针方法是不同的，需要对照图解参考小码2区倒数第6行的演示编织，往后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，大家严格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继续往下编织。完成后，左侧剩余的线圈暂时不织，这边是织片2的线圈，织片1的第一行就织好了。接着编织第2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全部织上针，不需要再留针，大家自己将它织完即可。第2行编织完成后，接着编织第3行。这一行第1针是一个入字形符号，表示下针右上2针并1针，简称右上并针。以下针方式划过第1个线圈，第2个线圈织下针，然后挑起前1个线圈，盖过后1个线圈，一个右上并针就织好了。接下来对照图解，将织片1的线圈织完。这样第3行就编织完成了。记号扣可以取下，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分辨出织片1和织片2的线圈了。
继续编织第4行，第4行在反面全部织上针，大家自己将它织完。第4行编织完成后，接着编织第5行。这一行的编织方法和第3行是相同的，先织一个下针的右上并针，接着对照图解编织剩余线圈。这样第5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继续翻面编织第6行，第6行全部织上针，大家自己将它织完。编织完第6行后，继续编织第7行至第50行，来看成品。小码在这部分还要在右侧减针2次，方法与刚刚演示过的相同。2次减针过后，不加不减，对照图解编织到第43行，然后编织第44行，并从第44行开始，需要在织片左侧收针构造领口。具体的收针针数参考图解，方法可以参考2区的演示，大家自己将这部分织完即可。注意，编织大码的姐妹们，这里需要一直编织到第66行，其中第7行至第21行需要在织片右侧收针或减针，继续构造绣笼。完成后不加不减编织到第59行，从第60行开始，在织片左侧收针构造领口。具体收针针数参考图解，方法参考小码2区的演示，大家自己将这部分完成即可。往后编织大码的姐妹要多留意自己图解上的针数行数，与我演示讲解的会有不同，大家只参考我的方法，往后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。编织完第50行，接着编织第51行。51行在正面编织，不加不减，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我的小样已经完成了第51行，接着我们来编织第52行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第1针是一个人字形符号，表示下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简称左上并针。这里在反面我们需要编织相反针法，也就是编织上针的左上并针。右棒针一次性从右往左穿入左棒针上的2个线圈，织下针。这样就织好了一个上针的左上并针，剩余的线圈全部织上针。这样第52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来编织第53行。53行在正面不加不减编织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它织完即可。现在我的小样已经编织完了第53行，接着来编织第54行。第1针是下针的左上并针，反面我们编织相反针法，织上针的左上并针。完成后，剩余线圈全部织上针。这样第54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第54行完成后，接着编织第55行至第65行。这部分还要在织片的左侧减针2次，方法与刚刚演示过的相同。2次减针过后，不加不减，对照图解继续编织，直到编织完对应行数。大家自己将这部分织完即可。
现在我的小样已经完成了第65行，接着编织第66行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开始编织引反，构造斜肩。对照图解编织上针，直到左棒针还剩余对应个数的线圈。线圈数要参考自己的图解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剩余的线圈不再编织，翻面。第66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编织第67行，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做标记，标记引反位置。接下来开始编织引反，这里我们用到的是德式引反，将线头绕到织片的上方，以上针方式划过左棒针上第一个线圈，接着向后拉紧编织的线头，接着编织下针，直到织完这一行。织完第一针后，可以发现我们右侧的这一针变成了一个有结的划针，也就是引反的一针。继续编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67行就织好了。继续翻面编织第68行。上针编织到我们记号扣的前面还剩余对应的针数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有结的划针是一个双针，我们在数针数的时候把它当作一针去数，不要多数。这里需要留出的针数仍然是参考图解的。到了对应位置，第68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翻面编织第69行，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做标记。线头绕到织片上方，以上针方式划过一个线圈，向后拉紧线头，剩余的线圈编织下针。织完一个下针后，我们发现下针的右侧又出现了一个有结的划针，是一个双针。所有的双针我们都把它当作一针去数，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69行就织完了。到这里我们已经编织了2次引反，接下来还要编织2次引反，一共编织4次引反。反面行都是上针编织到左侧记号扣前还剩余对应针数，正面行都是将线头放到织片上方，以上针方式划过一针，向后拉紧线头后下针织完这一行的。大家对照图解，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接下来的第70行至第73行织完。现在我的小样已经织完了第73行，小样行数与实物不同，大家可以忽略。接着编织第74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消行。这一行是全部织上针的。我们引反位置的双针，把它当作一针去织。
遇到双针的位置时，直接一次穿入，编织上针，完成后取下记号扣，继续编织上针，到了记号扣前双针的位置，当做一针，穿入，编织上针，取下记号扣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我们的第74行就织完了。完成后，预留约10厘米的线头，剪断，棒针上的线圈不需要收针，用另一根环形针穿起来，修针。到这里，3区的织片1就讲解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来编织3区的织片2，找到织前线圈停止编织的位置，在这里接线，取出新线，在右手上绕好，预留出约1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穿入左棒针的线圈，将线头挂在棒针上，直接开始对照图解编织。我们接线的线头留在织片的后方即可。对照图解，继续编织到还剩余1针的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第一行就织完了，剩余的1针在下一行用来收针。编织完第一行，接着编织第二行至倒数第11行。来看一下成品。这部分我们在织片2的左侧继续收针减针，构造绣笼。完成后不加不减编织对应的行数。接着在织片右侧收针减针，构造领口。领口构造完成后，继续不加不减编织对应的行数，一直织到倒数第11行。这部分大家对照图解，参考织片1的演示编织即可。完成后，我们一起来编织剩余的部分。编织完倒数第11行，接着来编织倒数第10行。这一行我们要开始编织引返，下针编织到剩余对应个数的线圈。倒数第10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翻面编织倒数第9行，右棒针上挂一个记号扣做标记，线头放在织片上方，以上针方式划过第一个线圈，向后拉紧线头。由于接下来一针要织上针，这里我们需要把线头绕到织片上方来，接着开始编织上针，直到织完这一行。
倒数第9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翻面，编织倒数第8行，下针编织到记号扣前剩余对应个数的线圈。同样，这里引返位置的双针要当作一针去数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倒数第8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翻面，编织倒数第7行，右棒针上挂记号扣，线头放在织片上方，上针方式划过一针，向后拉紧线头，绕回织片前方，上针编织到一行结束。这样倒数第7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继续编织倒数第6行至倒数第3行，这4行还需要编织2次引返，正面都是编织到左侧记号扣前剩余对应个数的线圈，反面线头放在织片上方，上针方式划过一针，向后拉紧线头后，线头绕到织片前方，然后剩余线圈编织上针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这4行织完即可。倒数第3行编织完成后，接着来编织剩余的2行。倒数第2行全部织下针，这里我们需要消行。遇到双针的位置，当做一针编织下针，取下记号扣，继续编织。双针位置当做一针去织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倒数第2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最后一行我们在反面编织，全部织上针。完成后，同样预留约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线圈不需要收针，和织片衣上的线圈一起用同一根环形针将它穿起来即可。到这里，我们前片3区就全部讲解完成了。下面学习4区的编织方法，来看成品。4区分为2个织片，需要拆掉起针的别线，将线圈穿起来，然后分别编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这里我们先来编织织片1，将起针边缘朝上，正面对着自己，织片1在左，织片2在右。先来拆掉左侧的辫子，一边拆辫子，一边将线圈穿回环形针上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这个织片上所有的线圈都穿回环形针上。穿好后翻到正面，我们先来分区。这里我们4区的织片
是在靠近前片中间这一侧编织的。对照一下我们图解上，织片一在第一行需要编织的针数，从右往左数出对应的针数。在对应针数左侧的棒针上扣记号扣做标记。稍后我们在记号扣右侧的线圈上编织。来看一下成品，我们先来编织第一行至倒数第5行。这部分不需要编织小花样，正面在对应行数的两侧减针，其余的行数都是不加不减编织下针的。反面行全部织上针，大家自己对照图解，将这部分织完即可。接下来我们这个织片上会用到下针左上并针在正面的织法，之前我们所有的下针的左上并针都是在反面编织的，这里我用小样来演示一下下针左上并针在正面的编织方法。先织一个下针，接下来的2个线圈我们来编织一个下针的左上并针，右棒针从左往右一次性穿过2个线圈织下针，这样一个下针的左上并针就织好了。再来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我们再来一次，再织一个下针的左上并针，右棒针从左往右一次性穿过2个线圈织下针。这个就是下针的左上并针在正面编织的方法，这个比较简单，稍后大家遇到这个针法的时候参考这里的演示即可。现在我的小样已经编织完了倒数第5行，接着我们来编织倒数第4行。接下来的这2行大小码编织方法是不同的，我先来演示小码的编织方法。这一行开始编织双螺纹花样，首先织2个下针，接下来是一横的符号表示上针，将线绕到织片上方来，编织2个上针，再往下又是2个下针，线绕到织片下方，织2个下针，完成后2个上针，线绕上来，编织2个上针。上针和下针交替编织时，不要忘记绕线，按照2针下针、2针上针交替的方式，将这一行织完。这样倒数第4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来编织倒数第3行，这一行需要预留扣眼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相反针法。前2针是下针的符号，我们编织上针。接下来1针是上针的符号，我们编织下针。再往下1针是一个圆圈的符号，表示挂针。挂针后面是一个下针的右上并针，这里我们需要编织上针的右上并针。先来编织挂针，绕线，将线绕到织片上方，向后挂在右棒针上，挂针就完成了。由于接下来我们需要织一个上针的并针，这里线头我们需要继续绕线，将它绕到织片上方来。完成后，这个挂针就结束了。接着编织一个上针的右上并针，这里我们需要先给2个线圈交换位置，这里可以借助我们的麻花针。
用麻花针将第一个线圈穿起来，放在织片前方，第二个线圈穿到右棒针上来，接着将麻花针上的线圈穿回左棒针，再将右棒针上的线圈也穿回左棒针，这样两个线圈就交换好了位置。接下来一次性穿入这两个线圈，织上针。这个上针的右上并针就编织完成了。旁边这个洞眼是挂针。接下来编织一个上针，完成后按照两个下针、两个上针交替编织的方法编织对应的针数。具体针数参考自己的图解。完成后，我们来编织第二个扣眼。先是一个下针的左上并针，这里我们编织上针的左上并针，线绕上来，编织对应针法。完成后，一个挂针，这里的挂针不需要绕线。此时我们的线头在织片上方，挂针完成后需要编织两个下针，我们直接编织接下来的两个下针。编织这两个下针的时候，线头也不需要绕到织片下方去，这样一个挂针就织好了。接下来继续按照两个上针、两个下针的规律往下编织，一直织到还剩余6个线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接下来一针编织上针，完成后编织一个上针的左上并针。接下来一个不需要绕线的挂针，再往下一针织下针。这时棒针上还剩余2个线圈，线绕上来，织上针。这样倒数第3行就编织完成了。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来演示一下大码倒数第4行和倒数第3行的编织方法。先来编织倒数第4行，首先编织2个下针，接下来2个是1横的符号，表示上针，线绕上来织上针。往下按照2针上针、2针下针交替编织的方法，一直织到左棒针上还剩余3个线圈。上下针交替的时候不要忘记绕线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接下来编织一个下针，剩余的2个线圈编织下针的左上并针。这样大码的倒数第4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翻面编织倒数第3行，这一行需要预留扣眼。对照图解，前3针是2个下针和1个上针的符号，这里我们编织相反针法，也就是2个上针，一个下针。完成后是一个挂针和一个下针右上并针的符号，这里我们编织挂针和上针的右上并针。这里我们的挂针由于编织完成后需要编织上针，所以我们需要将线圈绕线2次，绕上来，挂在针上再绕一次。
下面编织上针的右上并针。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一下麻花针，先来给接下来的2个线圈调换位置。麻花针穿入第一个线圈，将这个线圈放在织片前方。左棒针穿入第2个线圈，将它挑下。麻花针上的线圈穿回左棒针。右棒针上的这个线圈也穿回左棒针上。完成后，左棒针一次性穿入2个线圈，编织上针。这样，一个挂针和一个上针的右上并针就编织完成了。接下来，编织一个上针。完成后，按照2针下针、2针上针的规律，编织对应针数，具体针数参考图解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接下来是一个挂针和一个上针的右上并针。这里编织下针的右上并针。这里我们刚刚结束的一针是上针，线头此时在上方。挂针结束之后需要编织下针，这里我们的挂针不需要绕线，直接去编织接下来一针的下针的右上并针。完成后，右侧自然出现了一个挂针的线圈。往下，继续按照2针上针、2针下针的规律往下编织，直到还剩余6个线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接下来编织一个上针，往下是一个下针左上并针的符号，这里我们编织上针的左上并针。完成后一个挂针，这里同样线头此时在上方。挂针完成后需要编织下针，不需要绕线，直接编织接下来的一个下针。挂针和这个下针就完成了。继续编织2个上针。大码的倒数第3行就编织完成了。剩余的2行编织方法和小码是相同的，大家继续看我演示。接着编织剩余2行，倒数第2行在正面编织，方法和倒数第4行是相同的。2针上针、2针下针交替编织，最后2针也是上针。最后一行在反面编织，按照2针上针、2针下针交替编织的方法去编织，最后2针是上针。这2行大家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现在我最后一行已经编织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在正面使用冰岛收针法进行收针。第一个线圈织下针，完成后将它穿回左棒针上，接着开始收针。右棒针从左棒针第一个线圈里挑起第2个线圈，编织一个下针。完成后，左棒针松掉2个线圈，
右棒针上的线圈挂回左棒针上，接着挑相邻一个线圈，接着重复刚才的动作，从第一个线圈里将第二个线圈挑出，织下针，完成后松掉2个线圈，线圈套回左棒针上，继续重复刚才的动作，从第一个线圈里挑第二个线圈，织下针，松掉2个线圈，线圈挂回左棒针，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将所有的线圈都收完。完成后还剩余1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留出约10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，将线头从线圈里穿一次，收针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织片1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编织完4区织片1，接着来编织4区织片2。4区的织片2是在1区织片1上编织的，同样拆掉起针的别线，在靠近前片中间的一侧进行编织。穿线圈的方法和编织的方法与织片1都是相同的，只是在倒数第3行不需要再留扣眼，直接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4区编织完成后，将起针剩余的线圈用废线穿起来。大家自己将织片2完成。到这里，我们的4区就讲解完成了，我们的前片也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学习后片的编织方法，来看成品。后片分为2个区，1区起针后不加不减编织，需要编织小花样，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2区先在织片的两侧收针减针，构造绣龙，然后不加不减编织一段后，编织引反构造斜肩，并分成左右2个织片，构造领口。起针方法与前片是相同的，大家先将后片2区引反之前的部分编织完成，完成后我们一起来编织后面的部分。现在我后片的小样已经完成了后片引反之前的部分，也就是完成了小码的第70行。这里我前后片使用不同颜色编织，大家可以忽略，实际编织时整件衣服用的是同一个颜色。接着来编织第71行，这一行开始引反。首先对照图解往下编织，一直到左棒针上还剩余对应个数的线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第71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翻面编织第72行，并开始引反。在右棒针上挂7号扣，划过线圈，拉线绕线，对照图解往下编织，直到左棒针还剩余对应个数的线圈。
到了对应位置，第72行就编织完成了。翻面，接着编织第73行，这里需要先织一次引返，接着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数，这里需要留出一针不织，在下一行用来收针。具体的针数参考图解。到了对应位置，现在左侧棒针的第一针是留出的一针，我们在这一针左侧棒针上扣一个记号扣，用来区分左侧剩余的线圈是领口和左侧肩膀。这样第73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编织第74行至第80行，这部分大家可以参考前片的演示来编织，对照图解将它织完即可。现在我后片的右侧肩膀已经编织完成了，取出我们的前片，将前片3区的织片2放在后片上方，与后片的右肩膀正面相对，将线圈推到棒针的右侧。我们将2个织片对应的位置一起收针，这里用到的是扶针并收的方法，使用我们后片编织剩余的线头来收针，左棒针从前往后一次性穿入前片的一个线圈和后片的一个线圈，织下针，完成后继续一次性穿入前片的一个线圈和后片的一个线圈，织下针，然后挑起前一个线圈盖过来，一次性穿入前后片各一个线圈，织下针，继续挑起前一个线圈盖过来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所有线圈收完。最后还剩下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留出约1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剪断，线头穿过线圈拉紧，这样右侧肩膀的收针就完成了。接着来编织后片的领口和左侧肩膀，这里我主要来演示一下接线的处理方法。将我们的右棒针穿入右肩膀左下角收针的这个线圈下方，在这里接入新线，接线的方法和之前相同，留线头将线挑出即可。这时我们会多出一个线圈，编织接下来的一针，织下针，织好后将我们接线的线圈挑起来，盖过刚刚编织的线圈，拉紧接线的线头，这样接线就完成了。
接下来开始编织领口和左侧肩膀。这里我们需要扶针收针，收掉对应针数，然后再编织左侧肩膀的第73行。这一行需要在记号扣前留线圈，以方便编织下一行的引反。这部分的编织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解将它完成即可。左侧肩膀编织完成后，合前片，对应位置收针。收针的方法和我们的右侧肩膀是相同的，大家独立完成。到这里，我们的后片也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来学习袖子的编织方法，来看成品。袖子共2只，都分为3个区。先来编织一区，需要在对应的位置编织小花样。一区需要分成2个织片编织。2个袖子的一区，除了预留扣眼的位置是不同的，其余编织方法都是相同的。织片1织完后需要断线，织片2完成后不需要断线，不同码数的起针数需要参考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先来编织织片1，这里用到的是上下针起针的方法，将我们的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在环形针上，这个就是第1针。对照图解，织片1最左侧一针是上针的符号，我们就把起初的第1针当作上针，接下来一针是下针的符号，以织下针的方式穿入这个线圈，织一针，下针，将织出的线圈套回左棒针。这个就是第2针，我们起出了一个下针，再往下起一个上针，棒针从后往前穿入2个线圈之间，织上针，将线圈挂到左棒针上，继续起第4针，起下针，穿入2个线圈之间，以织下针的方式挑出，挂到左棒针上。按照这样的方法起出对应针数即可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，剩余部分的编织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织片2起针的时候，第1针起出的是下针，我们在起第2针时是以上针的方式穿入第1个线圈，织上针挑出线圈的。其余的方法都是相同的，上针就以织上针的方式起针，下针就以织下针的方式起针。这个就是一区的起针方法。无论是织片1还是织片2，大家都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左袖和右袖预留扣眼的位置是不相同的，大家编织时严格参考自己的图解。到这里，一区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一区编织完成后，继续编织2区。左袖和右袖除了一区预留扣眼的位置不同外，2区和3区的编织方法都是相同的。2区对照图解继续往上编织，并在对应行数的两侧加针。加针的方法在我们的前片已经演示过了。2区第1行需要将织片1和织片2连接起来一起编织，和前片2区相似。先编织织片2，
再编织织片1，这里织片2织完后不需要加针，直接继续编织织片1上的线圈，剩余的部分对照图解往上编织。2区完成后，接着往上编织3区，这部分需要在织片两侧减针收针，构造袖衫。袖衫用到的编织方法之前都演示过，大家对照图解自己织完即可。到这里，袖子的编织就讲解完成了。